朋友们，最近美国学术圈出大事了。自2025年3月7日起，几万名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公众支持者在美国和欧洲的30多个城市里发起了 Stand Up for Science 的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削减科研经费和裁减科研人员。而这些抗议的火苗已经烧到了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西雅图、新泽西州、威斯康星州等等等等，而且还在继续蔓延。包括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2000位美国顶级科学家联名发起了严厉的警告，称 Trump 政府的政策正在破坏美国在科学界的领导地位，而且日益严重的恐惧氛围也危及独立研究的未来。根据 Nature 的最新调查显示，75%的受访科学家表示由于 Trump 引起的科研动荡，他们正考虑离开美国，而欧洲和加拿大成为搬家的首选。那 Trump 到底做了什么，在学术圈引发了这么大的海啸？咱们按时间线先帮大家梳理梳理。2025年2月7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突然颁布行政令，限制高校科研经费的间接费率最高只能为15%，预示着联邦科研资助的大规模削减。2月中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外援助项目经费被砍，涉及金额约8亿美元。3月初，Trump 政府向60所大学发出警告信，声称这些学校因未能保护校园内的犹太学生，可能面临联邦资助暂停。这里未能保护校园内的犹太学生其实是说在巴以冲突中学生在校内发起反对以色列加沙行动，支持巴勒斯坦人权的抗议活动。而 Trump 认为这些抗议者是反犹太主义，并且指责他们同情哈马斯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威胁。3月7日，哥伦比亚大学首轮4亿美元的科研经费被冻结，而绝大部分是来自 NIH 的生物医学和临床研究经费。校方被迫接受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而哥大是去年支持巴勒斯坦的校园抗议活动的中心。3月下旬继哥大之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同样因为校园的反犹事件调查和 NIH 的新一轮审查，约1.75亿美元的科研经费被冻结。3月20号，Trump 签署行政令，要求采取一切合法手段关闭教育部，并且尽快关闭。4月7日，因哥大没能满足联邦对校园秩序整改的要求，约2.5亿美元的科研经费被进一步追加冻结。4月8日，康奈尔大学超过10亿美元和西北大学7.9亿美元的联邦资助被冻结，原因是校园反犹事件调查。4月10日，哈佛大学的教授团体向波士顿联邦法院发起诉讼，要求法院下令阻止 Trump 政府对该校近90亿美元的联邦合同和拨款的审查。那么问题来了， Trump 为什么要对美国高校连连开火呢？整个背景咱还得说点中东政治。2023年10月中东爆发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起袭击，引发了加沙战争。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这也激起了轩然大波。那以哥大为代表的多所高校出现了大规模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和静坐，而学生团体在校园内搭建帐篷，集会示威，呼吁学校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入侵，以及停止与以色列的投资合作等等。这些抗议活动常常伴随着针锋相对的反抗议活动，一些学校甚至发生了警察清场和逮捕的事件。那到了2024年的4月在美国有超过3100名的抗议者被逮捕，其中包括教职员工和一些教授。抗议行动遍布60多所校园。那到了2024年的5月6日，美国50个州中的45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都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几乎有140所大学校园里面出现了营地、占领、罢课或静坐抗议。同时抗议活动迅速地蔓延到了欧洲、英国、加拿大等全球的25个国家。你看这抗议风波层出不穷，
而美国国内呢，针对犹太人、穆斯林和中东裔人士的仇恨事件啊，也在激增。那一些共和党议员和支持以色列团体的人就指责，你看你们这些大学管理层，自己的学生啊都管不好。那在2023年12月的国会听证会上，麻省理工呀等多所名校校长啊，被针对校园内的反犹问题啊，进行超过5小时的激烈质询。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董事长、哈佛校长，在舆论压力下，先后因咎辞职。Dr. Kornbluth, at MIT, does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violate MIT's code of conduct or rules regarding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Yes or no? If targeted at individuals, not making public statements. Ms. McGill, at Penn, does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violate Penn's rules or code of conduct? Yes or no? If the speech turns into conduct, it can be harassment, yes. And Dr. Gay, at Harvard, does calling for the genocide of Jews violate Harvard's rules of bullying and harassment? Yes or no? It can be,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在这样的背景下呀 ，Trump 在2024年底赢得连任大选，并在2025年的1月29号啊签署了一封行政令，明确表示我们要整顿高校，特别是针对支持哈马斯的外国留学生。哎，于是呢就出现了咱们前边说的一系列的高校风暴。你看这一系列的措施啊，从行政令、审查到预算调整，对高校啊实施了全方位的碾压，不是施压。但其实最核心的部分还是资金杠杆。这是有朋友就说了，我听说美国这些名牌大学啊，个个可都是富可敌国，校友捐款也是巨多，影响不大吧？其实呀，还真不是。你看，一般而言吧，像美国这些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呀，年度资金来源的整体结构其实都差不多，不同的呀只是各个部分的比例。可是即使是顶级的私立大学，政府拨款啊也是学校年收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财报显示，2024年学校财政收入的54%是科研收入，而这部分收入的88%来源于政府各部门拨款。换句话说，政府资助占学校年收入的47.5%。而在这次风暴中心的科大，2024年财报显示，即使有它附属的一系列医疗机构和医疗集团的营收撑腰，政府资助部分呀也不可小觑，仍占学校年收入的20%。所以政府资助的这块奶酪啊是轻易不能动的。关键是现在不止动了，还是大动。最近这段时间啊，在高校影响最大、波及面最广的是一项 NIH 经费。NIH 全称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创建于1887年，是全美啊水平最高的医学与行为学研究机构，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公共资助机构。那你看，像在过去的10年里啊 ，NIH 每年从联邦政府获得上百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而这其中的大部分呢是发给美国的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用来支持科研。你比如咱们以2024年为例啊 ，NIH 全年总预算为474.39亿美元，其中啊超过350亿啊发放给2500所大学和各类研究机构，支持了超过40.8万个工作岗位，并在全美范围内啊创造了超过945亿美元的新经济活动。作为全球影响这么大的一个研究资助机构，先是撤回、冻结、削减科研经费，再把科研间接成本费率一下从60%下调到不超过15%，然后再加上 NSF、DOE、DOD、NASA 等接连出手，这下学术圈一下给地震了。最先中招的就是联邦资助的大规模新老科研项目。据 NPR 报道，大约16000项科研拨款申请没办法按期审批，涉及资金啊大概15亿美元。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啊也被直接叫停。你比如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一项 HIV 疫苗临床试验项目，因为90天资金被冻结而被迫取消。负责这个项目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IAVI 的总裁兼 CEO Mark Feinberg 当场懵了。
他说：“我见过试验因为没效果被停，也见过效果太好提前结束，但试验因为项目资金被冻结而被迫终止，还是头一回。”科研经费一断呀，影响的不只是项目，整个科研新人培养的链条都跟着遭殃。比如大学里研究型博士生和研究生，都是通过导师的联邦课题经费获得点科研津贴来补贴生活。现在导师大河里的水被抽了，学生小河里水随时可能断，所以很多高校的研究生工会最近是忙疯了，天天有学生跑过来问：“哎呀，导师没经费了，我咋办呀？”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对在读博士，经费不足可能意味着没法继续完成课题，中途呢只能退出。而对于全球想申请博士的学生来说，机会也在变少。2025年2月到3月间，美国多所研究型大学减少甚至撤回了博士生录取通知，比如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突然取消了几十名博士新生的入学资格，表示在美国生物医学科研经费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我们做出了这一艰难的决定，以确保在读博士的学业不受影响，也避免新生未来缺乏研究机会。哥伦比亚大学计划也削减文理学院 GSAS 的博士生名额，最多会到65%。而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幅削减研究生招生，医学院博士招生减少了35%。所以最近在朋友圈也是炸锅了，一会儿这个研究生被拒了，那个博士的 offer 被撤了，这边做博后撒了一圈简历也没信儿，那边找了好一阵子的大学教职，发现瞄上的学校一直在收减预算，最后直接冻结招聘，瞬间傻眼。Fine. 其实面临现在政府资助的不确定性不少大学都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措施，准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你比如说宾大，3月份宣布停止招聘，削减5%的非薪资支出，还要审查所有的项目支出。其他高校也跟着上紧发条，像华盛顿大学、安默里大学、圣母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匹兹堡大学、佛蒙特大学等等等等，都陆续宣布冻结招聘或者支出，以防止联邦资金断供可能造成的赤字。说到这儿我估计大家就明白了，这是平时都在实验里闷头干活搞科研的人，为什么现在都得站出来集体抗议和自救了？这里我想说Stand Up for Science 不仅是抗议某项政策，更是捍卫科学的独立与自由。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不确定时代，更需要一个稳定、开放、自由的科研环境。就像前 NIH 主任、著名的遗传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在集会上说的 Let's go with first do no harm. 这不仅是医学的信条，也应该是全社会面对科学时的基本态度。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柯林斯博士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集会中弹唱的这首 Looking for Answers， 寻找答案的旅程从不该中断。 Well, this is a song for all of those dreamers. We're looking for answers to come our way. Scientists, doctors, students, all seekers, we share in the hopes for a much brighter day. Come on now. Well, this is a song for all the good people, all the good people who are part of this family. This is a song for all the good people. We're joined together by this noble dream. Well, this is a song for all of the patients. Your strength and your spirit have touched one and all. It's your dedication that's our inspiration. When we see your courage, we have to stand tall. So this is a song for all the good people, all the good people who are part of this family.
For all the good people, we're joined together by